哎，大家伙儿早喽！8月1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我开工了，我不放假，但是他们这儿放那个叫盆儿节，就盂兰盆节，是一个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好像是就像咱们春节似的，得回家乡。所以明天、后天、大后天的训练，尤其是周二和周四的还不确定，还不知道明天练什么。所以今天我出来跑一个中距离的有氧。刚才热身到这儿3公里多，平均配速4分31，差不多对我来说跑到4分30，夏天这个天气有氧质量就可以。我先接水，今天跟大家分享点好玩的事儿。闷热异常，昨天傍晚就开始预警，说那个大暴雨，好像我听说大阪周围昨天还有一个3度的地震，他们这儿这度跟咱们那级不太一样。不是一个单位名称，3度应该是挺低的。他说夏天喝水、接水这种去卫生间洗脸能不能停下来？其实停也就停了。跑步这事儿就是最好训练中不停，但是条件不一样。今天跟大家分享个什么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个叫数字版的我，或者叫赛博黑尔 1.0 版本，结合高驰的系统。上线了，一会儿咱们说，把水放下喝一口。上公里4分24，我们就这么匀速跑。咱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人工智能 AI 至于非技术背景的人，或者说稍微知道一点的人，和跑步一结合，我们能干什么？还有就是我分享的2个新鲜的东西。第一个，我前2天发了个动态文字版的。就是说我蒸馏了一个我，蒸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你所有的这个人的信息，给它归纳总结成一个短的信息，但是由长变短，肯定是有信息丢失的，而且信息丢失的还不少。因为 skill 这个东西，就 skill 就是技能，我们以后边就说技能，这样家属做字幕就容易一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说明书，有一期会员节目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AI 是什么呢？ AI 是个智能体，这智能体就可以理解为是个人，这人能看懂字，能交流，有基本的逻辑判断，各种。但是呢，你给他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那得有说明书，他还能照着操作，或者告诉他一件事儿，得有说明书。哪怕说玩一个游戏，得有说明书讲这游戏的规则。技能就是说明书，所以呢，一个智能体加多个技能，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理解为掌握了这么多技能的人，就这么回事。所以要分享的第一个技能叫赛博黑尔，这个是用我1700多期所有节目、普通节目、会员节目。会员节目可能有100多期，普通节目有1500多期，蒸馏出来的一个我，就是给 AI 读这些，让他去总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基本观点。就说白了是这个人的性格和就基本的东西吧，就差不多你见2-3面就能熟悉的这部分东西。然后这个干嘛使？它里边其实也有一些关于跑步的技术的观点的各种的一些规范和边界，但是不多不详细。就你可以用这个装了这个技能的 AI 和它聊天，这样的话呢，只要触发了这个技能，或者你只应用这个技能，那就跟和我说话差不多。就比方说怎么说？就比方用词吧，用词、说话方式、组织句子的方式，还有对跑步、对 AI、对各种东西的基本观点，这些都是我。但是你要是问他说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比方说，比赛中第几公里应该吃什么，他大概率就不是我，但是他会用我的方式，加上他 AI 本身基础的知识。这就像说给了你一个说明书，你就会操作录像机了，
过2年 DVD 出来了，我 VCD 出来了，那你大概也知道是把一个东西搁到这机器里，把这机器接到电视上。AI 本身也有一些，就是它基础训练的数据里也有这些，它就拿我的观点去规范，然后再回答给您。为什么说数据丢失量比较大呢？因为技能这东西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你给 AI 的提示词，就是你跟他聊天说的所有东西都是提示词。但是呢，每个智能体都有好多你看不见的系统提示词，有的是AI 软件，就是聊天软件规范的。比方说那些有的卖中转站的，它其实背后接的是个便宜的模型，但是它用提示词规范说，跟这个模型说，有人问你是什么模型，你就说你是 GPT 5.6，都是这么卖的，好多都是这么卖的，所以就是叫系统提示词。系统提示词，大部分模型现在遵循的还不错，所以 Skill 本身是叫什么系统提示词的一部分，所以它就不可能太长，效率低，然后成本也高，也不允许。所以你看，我将近2000期节目的字幕内容整理成文本，然后再变成 Skill， 那肯定损失了巨多。或者可以理解为，有个人把这1700多期都听了一遍，差不多他对我的一个基本印象。啊，这是基础。然后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昨天刚发布，这2个都在就是某个写笔记的地方，因为他们那平台现在支持直接发布 skill， 就是技能。第二就是结合了赛博黑影，然后再结合高驰现在公开的他们的 MCP。MCP 是什么呢？ MCP 就是个可以理解为是个数据源，标准的数据源。他们怎么跑这么快？你们这好快呀！加油！MCP 可以理解为它这个 P 就是协议的意思，协议其实就是一个规范。就比方说电报、摩斯码，它也是一种协议，就是发的人跟收的人遵循这一个协议，那就能知道，就调制解调嘛。原来上网调制解调器，调制就是把信号调制发出去，解调就是把收到的信号解出来，就这么回事儿。那高驰开放这个，然后支持 MCP 的 AI 的客户端，注意是客户端，不是模型，所有模型都可以支持 MCP， 主要是客户端。比方说电脑版的 ChatGPT， 或者是其他任何支持 MCP 的 AI 客户端，模型是什么不重要。接入了高驰的 MCP 之后呢，授权了你高驰的账号，这样的话，这个客户端你和在这个客户端里的 AI 模型说话，跟他说你帮我看看今天的跑步怎么样，他就能去高驰那儿去读你今天的跑步。现在高驰给了很详细的数据，有基础信息、单圈数据，地图信息，之后还有原始的 FIT 文件的下载信息。这样你那个智能体如果是有硬件的，比方说 Codex 这种，或者 WorkBuddy 这种，它就能下载、写程序、解析。这样的话就能拿到每秒那个点的信息。因为加上现在 AI 的上下文都很长，就算你是一个半小时的运动，5000多秒也没问题，它也能一次读明白。MCP 是这个，但是怎么用这个 MCP， 很多人可能有疑问，或者用不好，或者发挥不出想象力。之后我就把这个和赛博黑影结合，又发布了另一个技能。你只要跟他说，帮我去分析哪天或者最近的一次跑步，他就会按我认为的规则，就是我觉得哪些重要，就是我总结的。就比方说你给教练 A 和教练 B
看同一个训练，他们的重点不一样，每个人看的点也不一样。这就是我的点，我把它写成了技能，这样它能让读取读高驰，然后用我的这个关注的点和分类逻辑，还有输出的条理来分析这项运动。再结合这赛博黑影，赛博黑影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性格和说话方式。这样您得到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上是我说话方式，我的语言逻辑，还有我认为这一堂训练课的重点是什么，要看什么，并且对他们的分析的一段结论。这如果未来再配上像现在OpenAI 的这个实时语音，如果再能有本地的声音模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这两个 GitHub 上也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地方也有，搜同样的名字，搜黑影就行了。然后更新的话，两边都会同时更新。让 GitHub 那边更新，很多客户端可以自动识别到更新去更新的。这都是最初级的第一个版本，就跟那个钢铁侠似的，都是本地的，然后都是最基础的。后边的思路有好多 ，skill 这个东西本身就技能这东西本身不能闭源，因为它就是公开的内容，但是它后边可以再接入远端的数据，那个到时候就是这些热衷于做技能分享的人的盈利模式的其中之一吧。所以慢慢的技能可以细分，比方说可以是黑影跟黑影的说话技能，黑影跟熟人说话的，跟不熟的人说话的，做饭的，吃饭的，游玩的，各种。这一个人，你看，比方说您在一个公司工作，之前总听说某公司在征留员工，然后这些员工就用不上了。就如果他们是一个很规范的操作的这么一个人，那确实是只要记录他们每天在电脑上干了什么，然后把这些给到 AI 就能蒸馏出一个技能或者多个技能，这些技能再加一个 AI，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了。然后再给这个人可以操作的硬件，您以前 AI 就是你在网页上聊聊天，但是现在都是你背后操作你的电脑或者小的，比方说树莓派这种有硬件有操作系统，那其实和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就几乎没有区别了，想象空间就巨大。小伙伴们，8月1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我训练结束，18公里的纯有氧，就是一起跑就是4分半左右，之后最后总的平均配速4分24，平均心率152，这还可以，说明天气也开始变好了，虽然还是闷热，但是勉强可以忍受了。那上海的小伙伴们这两天跑步有点艰难啊，下大雨。今天跟大家分享2个小玩意儿，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下一步会有第2代、第3代、第4代，再往后我们背后就接大的数据库了。这样的话，我输出了这将近2000期的内容，虽然有重复，有那种滥竽充数的，但是它是我这几年的训练和进步，还有成长和走过的弯路。在这些东西，就像我觉得它比记日记还更有意义，因为记日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流水账，我这个都是，就至少我得想想屏幕前的各位愿不愿意听，还有我的真实的感受。而且我觉得做这一系列的节目，让我的思考，对跑步的思考，对各种事情的思考，都比不做要快一步。因为我无形中、生活中、训练中、比赛中，我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想到的，我就会把它多想一步，因为我想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某一期的某一个内容。我这新楼盖出来还挺好看的。
好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